军队3次屠城，空气都染成了红雾，踩着同胞的尸体为满清效力。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读书人的身份做官。如果说白起是军事上的杀人机器，那么曾国藩就是道德披风下的儒将屠夫。你是曾府里一个不起眼的书童，14岁那年，你的母亲因饥荒病饿而死。村庄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而你运气比较好，在死人堆里被湘军捡走，送进曾府做书童，伺候曾老爷。你以为这位儒雅之人会是一方人君？毕竟他每日早起抄书、礼佛、讲学，从不对你高声呵斥，甚至曾在你打翻茶盏时温和道：“人心不稳，物也难安。”你信了，直到你随着他踏上征讨太平天国的战场，完全毁了你对读书人的印象。第一次杀人那天是在江西宜春，你亲眼看到一位灰衣老者跪在曾国藩马前，身后是满地鲜血和惊恐的乡民。他只是因为家中藏了一个伤兵，被军卒拉出来示众。你原以为曾大人会宽恕他，毕竟他日日念性善，口口声声说忠恕之道。可他只是挥了挥手，枭首示众。你愣住了，提笔的手不自觉颤抖。你听见旁人说曾老爷最恨虚伪之善。那个夜晚，你第一次听到火刑时人声撕裂的叫喊，那叫喊声跟你娘死前的咳声重叠。你缩在营帐角落，一夜未眠。安庆之战是你心中那最后一点信仰彻底崩塌的时刻。湘军久攻不下，士气低迷，城中百姓与太平军困守，弹尽粮绝。你在帐下记录军机，却看到一封信从密探处送来：安庆守将愿献城，求饶家小。你想，终于可以避免大屠杀了。可曾国藩却只沉吟了一刻，低声道：若不杀一儆百，何以立威？然后他写下命令：全歼之，不留活口。你看着那熟悉的字迹，忽然感到陌生。城破那日，你站在城头，看见湘军将一户户人家拖出，一个个孩子被当作蚁匪丢入井中。你甚至看到一个婴儿哭着伸手，却被士兵笑着一刀划开喉咙。你想去阻止，刚迈出半步，却被旁边的参将拉住。看什么？这就是你家老爷的命令。之后的数月，你开始发现曾国藩越来越沉默，他再也不抄经，不念道，只看军报。你悄悄翻开他书案夹层，发现他每日写给自己的信中反复写着一句话：天下已乱，善恶不变，吾若不恶，则无以立。你不敢再看第二页。你本以为这已经是非常残忍的事件了，可后面的南京才是最后的断崖。1864年夏天，京将亡，湘军早已围困数月，粮尽水枯，守城之人已是白骨嶙峋。你本以为这场战争终于将结束，你可以回湖南，回那个烧毁的故乡祭拜母亲。可攻城前夜，你听见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说了一句话：入城之后不可留隐患。你当时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，直到你随他走进破碎的天津，看见青楼女子被活活剥皮，太平天国的王氏女眷被群兵轮流玷污，老人小孩排成一列，被一刀接一刀地砍下首级。你跪倒在地，呕吐不止。你眼睁睁看着一对母子跪在道旁，哭喊我们不是兵，却被士兵拖走时，曾国藩在马背上只轻轻地闭了闭眼睛。你终于明白，那日宜春火刑的第一声哀嚎只是开始。那夜，你坐在天津残垣断壁之间，看着脚下的尸体流出黑水，终于问了他一句话：老爷，您为何还要焚香抄书？他看了你一眼，淡淡道：不抄便睡不着。可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人啊。他却只是说，人心未必全恶，然局势之恶不容心存慈悲。你终于明白，这个你曾以为的儒者，并不是不知善恶，而是他选择用恶守住胜局。他杀人不是为快，而是为稳。他不图百姓，是为良知。他图百姓，是为千秋。你看着他披着血色黄昏的长衫走远，忽然觉得那身曾让你敬仰的儒服，如今沾满泥泞与血污，比军装更可怖。
你原以为自己跟随的是一位中兴名臣，但现在你知道，你跟随的是一个用千万人命铸造王朝安稳的儒将屠夫。故事的最后，你仍在他身边，替他铺床、端茶、抄书，但你知道，你眼中再也看不到那个慈悲的曾老爷，你只是一个活着的见证者，一个沾了血却不敢说话的影子。他每日焚香祷告，悼念战争亡灵，